一则海外征才广告，竟然是人蛇集团设下了致命圈套吗？最近几个月，柬埔寨接连爆出台湾人被囚禁、被殴打的消息，而这些惊悚的新闻背后，到底藏有什么样的黑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柬埔寨的诈骗陷阱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阵子 YouTuber Bump 发布了一支影片他收到了一对父母的委托，他们的儿子被诈骗集团软禁在柬埔寨。于是 Bump 亲自前往当地，并与外交部当地警方还有国际媒体多方交涉，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成功的救回了他们的小孩以及其他受困当地的台湾人，让网友们给予了一致的好评。其实今年以来，外交部不断的收到来自东南亚的求救讯息，许多的台湾人被高薪征才广告吸引到了柬埔寨，却在当地被囚禁、凌虐、毒打，成为了跨国诈骗集团的奴隶。那今天我们会先从受害者的视角，看他们如何一步一步掉入陷阱，受困在柬埔寨。再来，我们会讨论整个犯罪结构的问题，为何柬埔寨沦为诈骗中心，又是谁出卖了台湾人呢？按照惯例，开始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因为它就是最近很红的 Amazon 跨境电商。但你知道，想要当跨境电商，其实可以不用花大钱上课吗？因为亚马逊官方就有提供免费又专业的课程，特别是现在亚马逊全球开店的团队很努力，想要帮台湾知名品牌、传统贸易制造商、网络新创品牌走向国际，让台湾的优质品牌可以在世界舞台发光发热。所以亚马逊还为新卖家推出了新卖家入门大礼包的回馈方案。透过这样计划，卖家们可以获得 5% 回馈月领，以及最高$5万的福利哦。你有想要卖的东西吗？你有想要被世界看到的商品吗？赶快点击资讯栏连结，一起来参加8月24的成功卖家分享会吧！报名成功的话呢，还有5名的幸运儿有机会获得蓝牙音响哦。最近几个月，在人力银行脸书上面出现了不少柬埔寨海外征才的广告，而这些海外职缺主打高薪低门槛，条件非常的诱人。在薪水方面，不少职缺标榜他们底薪6、7万台币起跳，如果拼一点，加上分红奖金，一个月要突破10万都不是问题。平时工作也不需要加班公司呢甚至包吃包住，帮你省荷包钱。而在能力方面也没有太高的要求，虽然职缺上面写的是工程师文字客服或是水电技工等等，但基本上都不需要丰富的工作经验，也不需要流利的外语能力，只要能够流畅的使用中文打字，就符合应征条件了。许多的年轻人看到了这些广告，觉得非常心动，而投完履历之后，也很快的就被录取了。公司甚至非常大气的一手搞定了签证还有机票，安排好了每个人前往柬埔寨的日期。于是这些台湾人怀抱着海外工作的梦想，搭上了前往柬埔寨的飞机，没有想到下飞机之后，却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下飞机之后呢，来接机的人会以办工作签证为由收走护照，但是这些台湾人不知道，是从交出护照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成为了被控制的奴隶。不久之后，他们被送到了工作地点，而大部分的人呢，会被送到柬埔寨西港科技园区内的宿舍。但他们入住时才发现，宿舍又小又破，跟当初公司国际级大集团的形象落差很大。有受害者表示，他们5个人要挤一间不到10平的小房间，只有一个浴室跟几个铁柜，吃的伙食呢也非常的差，而且很多人的手机也被没收，跟外界切断了联系。另外，宿舍外面随时有警卫在严加看管这些警卫呢身上都配有电击棒，稍有不从就会被电击伺候，让这些台湾人形同被软禁的囚犯。这些台湾人很快就发现呢，他们要做的工作根本不是什么客服或者是工程师，而是不折不扣的诈骗机房人员。他们的任务呢，就是要诈骗中国还有欧美地区的民众，透过非法博弈平台或是虚拟货币骗取这些人的钱财。对这些刚来柬埔寨的台湾人来说呢，只能够被迫的加入诈骗集团，并没有拒绝的权利，因为这些公司很多都有中国还有台湾的黑帮担任干部。如果你不愿意做诈骗或是业绩不好，可能都会被主管凌虐、毒打或者性侵，甚至不配合的人呢，还有可能被公司转卖给其他更黑心的诈骗集团，或是被迫呢抓去这个卖器官卖血，手法可以说是非常的残忍。有些人受不了这样的日子，跟公司哀求想要返回台湾，但很多受害者都有签下工作契约，想要离开呢，诈骗集团就会强行勒索，要你付超高额的机票或是食宿费用，金额从1万到10万美金都有可能。而如果付不出钱，诈骗集团呢可能就会要求你抓交替，逼迫你把更多的台湾人骗来柬埔寨，自己才能够脱身。于是很多人选择卖友求生，牺牲自己的朋友同学，把他们骗入火坑来换取自己的自由。有的受害者决定私下报警，但由于受
受害者被迫从事了非法工作，已经触犯了这个柬埔寨的法令，即使呢你向当地的警方报案也不容易成功，甚至不少警察也早就被诈骗集团给收买，根本不会理你。许多受害者的家属发现自己的亲人去了东南亚之后，竟然音讯全无，焦急的寻求协助。但家属也很快的发现，台湾政府不一定能够提供太多的帮助，因为台湾与柬埔寨没有邦交关系哦，政府也没有互设代表处。最近的办事处呢，远在这个越南的胡志明市，要深入柬埔寨救人，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困难重重。而外交部也证实，从去年开始，他们就接到了100多起的求助案，但目前成功救回的只有30几个人而已。这些求助无门的家属呢，有的人选择冒险亲自带赎金到柬埔寨赎回家人，也有的人决定从黑道的这个管道救援。像是今年呢，就有受害者的父母跟白狼张安乐求助，请他透过柬埔寨的人脉找到自己的孩子。后来白狼也确实透过层层的关系，用柬埔寨军方的力量，迫使这个诈骗集团放人，救回了几位台湾人。以上我们从受害者视角看到了柬埔寨高薪征才暗藏的危机，而接着我们要讨论一下，刚刚提到柬埔寨的这个诈骗公司，许多都设在西港的科学园区里面。咦，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难道都没有人在管的吗？西港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也是热门的旅游景点。后来在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之下呢，西港成为了中国合作的重点城市，大批的中国人进入西港，成为了柬埔寨国内中国人最多的地方。而同时，当地也开设了经济特区，吸引中国资金大量的涌入，在当地疯狂的开设赌场啊，以及线上博弈公司。根据外媒的统计从2017年开始，中国人在西港投资的博弈产业年营收就突破了1000亿台币，其中更有90% 来自于线上博弈平台。不过，由于当地政府无力监管中国黑帮趁势侵入，让西港冒出了许多非法的线上赌场啊，还有诈骗机房，也变成了中国恶势力的洗钱天堂。而当地的治安呢，更是越来越差抢劫、贩毒、凶杀等等的重大刑案，时不时就在街头上上演。即便后来柬埔寨搬出了禁赌令，关闭了许多的线上博弈平台，试图整顿西港，但效果仍然有限。甚至有很多的公司在线上赌场呢被关闭之后，直接转型成诈骗集团，让西港变成了诈骗园区。而再加上中国这几年扫荡自己国内的黑帮也让部分的黑帮出逃到了西港，让西港继续的成了这个东南亚的诈骗之都。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严格的管制出入境，中国前往柬埔寨的这个人数大减，让西港出现了缺工问题。而这些诈骗公司为了补足人力的缺口，开始透过人蛇集团与中国、台湾等地的黑帮勾结，诱骗海外年轻人来西港打工。根据刑事局的调查发现在台湾呢，包含了竹联帮、东堂在内的多个帮派都参与了这场跨境人口贩卖。他们把受骗的台湾人称呼为迪亚，每送一个迪亚到这个柬埔寨呢，他们就可以收取1万到2万美金不等的中介费，获利非常的惊人，也让很多不法分子趋之若鹜。最近随着相关新闻越炒越大，民间单位跟政府也开始采取更多的动作，像是104人力银行就表示他们已经下架了部分有诈骗疑虑的工作，而从8月2日开始，他们也拒绝所有来自柬埔寨的企业刊登职缺。而至于政府的部分呢，前阵子开始政府呢在机场加派人力，试图拦截受害者，只要发现对方要去柬埔寨工作，却又说不清楚工作的内容，就会及时的拦阻，劝他们不要登机。透过这样的方式呢，目前也成功的救下了多位的受骗民众。而刑事局不久之前呢表示他们成立了专案小组，正在研拟跨国营救的计划，也希望能够斩断这条人口贩运的产业链。不过，根据移民署今年的资料呢，平均每个月都有超过1000个台湾人飞往柬埔寨，但有回国的却不到100人，估计可能还有上千人受困在柬埔寨。而后续的救援行动究竟能发挥多少效果，还有待观察。虽然说这阵子柬埔寨的新闻在台湾闹得很大许多人第一次见识到这样的诈骗手法，觉得难以置信。但其实早在去年开始，杜拜就出现过这种高薪征才的诈骗陷阱，不少台湾人因此上当。而在今年初，柬埔寨的诈骗人口贩运的问题也被不少海外媒体披露，在国际上面闹得沸沸扬扬。当时的受害者呢，很多是来自于中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的民众，他们也都是被征才广告骗到了柬埔寨，不幸成为奴隶。只是最近比较多台湾人受害
来，大家才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而在这次的新闻底下呢，很多网友觉得受害者真的很笨，怎么会相信这种骗局？但在听了受害者的说法之后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也有一些苦衷。有的人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很久没有收入了，看到这份工作提供快速赚钱的机会，硬着头皮也要试试看。也有的人呢，一开始其实是有戒心，是朋友再三的保证他才飞过去的，没有想到过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出卖了。我们的观察是要预防被诈骗这件事情本身很仰赖个人的警觉心，但每个人的警觉程度有的时候也会跟他有没有先掌握到资讯有关。可能是之前台湾新闻当中海外征才诈骗的讨论比较少，大家才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那现在大家都注意到了，那我们也还是顺便的提醒一下找工作时可以注意的地方。如果这份职缺工作内容写得不清不楚，或者薪水给很高，但却对资历没有什么要求，甚至是面试过程太容易，一下子就录取等等，这都代表这间公司要的是你的人力，而不是你的能力。很有可能呢，这又是另外一个人口贩运的陷阱。而目前柬埔寨的诈骗手法也还在菲律宾啊、缅甸、辽国等等的国家继续上演，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哦，不要让自己成为了下一个受害者。好的，那今天想问大家，你之前有看过柬埔寨的高薪征才广告吗？有，但我警觉心比较高，我没有相信。B 一度有一点点心动，差一点就上当了。C 没有，之前都不知道有这回事。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觉得今天的主题很重要，欢迎分享出去，一起让更多人知道这个征才诈骗陷阱。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YouTuber 运财广告以及 Allen Pro 是不是诈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